说个扎心的真相，低谷期就是在救你的命。真正的好东西基本都是在低谷残血状态下悟出来的，这个时候你整个人的三观、格局甚至性格都会发生巨大的改变。低谷期就是让你赚不到钱，让你贫穷且焦虑地活着，你的自信心会被践踏，努力也会被全盘否定，你所有的付出都会被辜负，甚至连你的至亲都看不起。但当你熬过这段时间，你就会知道浴火重生是什么感觉。如我随缘，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可成。所有东西都是要先崩塌才能重建的，越是低谷，越是要浴火重生的时候。所以不管什么困难，一定要咬牙挺过去。人在落难的时候，一定要记住稻盛和夫的这11句话。不管你曾经有多大的成就，哪怕你现在一无所有，只要你能运用好这11句话当中的某一句，总会让你在一瞬间豁然开朗，恍然大悟。第一句，钱没了可以再挣，工作没了可以再找，爱情没了可以再遇，朋友没了可以再交。哪个人生来都是一无所有，何惧从头再来？水到了绝境是瀑布，人到了绝境就是重生。半山腰是最挤的，想看好风景，努力去山顶。人生这道题怎么选都有遗憾，真正的强者就是那些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心掏出来自己缝缝补补的人。睡一觉醒来又是信心百倍，活着就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便是重生。第二句，欺负你的人是因为你的软弱而来，欣赏你的人因为你的自信而来，不在乎你的人因你的威而来，爱你的人因你的自爱而来。你遇到的人都是被你的能量吸引来的，你是谁便会遇到谁。真正的吸引力来自于内心的充实和满足，而不在外在的表象和装饰。自信不仅仅是一种态度，更是一块磁石，你想要的一切都会被源源不断地吸引而来。第三句，你不会的东西，觉得难的东西，一定不要躲，先搞明白，然后慢慢的精湛，你就比别人优秀了。因为大部分人他不舍得花时间去钻研，这种人被自动淘汰，所以你执着的努力就已经占了大便宜。大部分人是因为看见才相信，极少数人因为相信所以看见。请相信，相信这件事情本身就很有力量。要么不做选择，选了就不再摇摆，低头赶路，不问前程。你的执着会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你的成果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直到有一天，你的努力配得上你的梦想，那你的梦想一定不会辜负你的努力。第四句，当别人不需要你的时候，请学会收回热情并礼貌退场。你可以躲在被窝里哭，也可以喝酒喝到吐，但是你不可以拿出手机打不该打的电话。
发不该发的信息。你要明白，你得不到的，就是你还不该得到的。及时止损才是成熟的表现。一扇不愿意开的门，一直敲是没有礼貌的。伸手要来的糖和别人自愿给你的糖，味道也是不一样的。第5句，人生的高度不是你看清了多少事儿，而是你看清了多少事儿。心灵的宽度不取决于你认识多少人，而是你能包容多少人。做人如山，望万物而容万物；做人似水，能进退而知进退。看清不如看清，看透不如看淡。人生就是一场修行，修行贵在修心。世事多变，唯有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才能在漫长的岁月里不纠结，不惊慌，不后悔，不迷茫。第6句，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情绪都控制不了，即便给你整个世界，你也早晚会毁掉一切。当你成不了心态的主人，你必然会沦为情绪的奴隶。烂人烂事儿在所难免，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让他们波动你的情绪，哪怕分毫。你要知道，这就是他们的目的，这就是他们的圈套。切记，脾气永远不要大于本事。没有收拾残局的能力，就别放纵善变的情绪。第7句，任何行业都是3年入行，5年懂行，10年才有机会称王。其实每个行业都是很艰难的，宁愿10年做一件事儿，也不要1年做10件事儿。走得快的人未必一路遥遥领先，走得慢的人说不定会在路上收获意外的惊喜。快慢无所谓，速度也不重要，关键是你要找到那个属于你自己的节奏。在这之前，大家拼的都是耐心，熬得住就出众，熬不住就出局。豪言壮语不如脚踏实地，成功可不是喊出来的，而是熬出来的。第8句，大起大落之后，你会发现，你帮过的人，他不一定会帮你，但是帮过你的人，他还会再帮你。迷途识马，落难识人，不经历一事，不懂得一智。一个人是真心还是假意，不在嘴上而在心上。一份情是虚伪还是实际，不在平时而在风雨。请记住，烧香的不一定是善人，乞讨的不一定是穷人，顺着你的不一定是好人，穿着衣服的也不一定是人。第9句，不要把自己活成一个落难者的样子，总是急着去告诉别人你的不幸，你的经历在别人眼中可能只是一个笑话。成长本身就是一个孤立与无缘的过程。人性最大的善就是不让别人为难，人性最大的恶就是见不得别人好。人生无常，但风雨常在，坎坷和磨难自在浮沉之间。世间皆苦，悲喜自度。第10句，持续和重复是两回事儿，不是漫不经心的去重复与昨天一样的事情，而是今天胜过昨天，明天胜过今天。任何一个人
不管你的能量强弱，放眼于足够长的时间，你都可以通过长期主义这种行为模式成为时间的朋友。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一蹴而就的成功，也没有横空出世的高手。哪怕天赋再差，只要每天保持进步那么一点点，时间一长，自能厚积薄发，一鸣惊人。最后一句，钱的背后是事儿，把事儿做到极致，钱自然会来。事儿的背后是人，把人做好了，事情自然会成。人的背后是命，把生命的纬度修好，种因得果，自有好命。人生在世，言而取景，生心投念，念即心，当下心就是未来命。如果我们能深刻理解并践行这11句话中的道理，那么我们的生活将会变得更加充实和美好。如果稻盛和夫这11句话让你深有感触，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让我们一起在学习中成为更好的自己。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变化和挑战的世界里，有时我们会陷入困境，甚至越陷越深。我们急切地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发现根本无法摆脱束缚。然而，禅宗的智慧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帮助我们重新找回内心的平静与力量，从而走出困境，改变命运。首先要理解禅宗的核心思想无常。在禅宗的眼中，世间万物都在不断变化中，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这包括我们的遭遇、情绪和命运。因此，当我们遇到困难和挑战时，不要把它们看作是固定不变的事实，而是看作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这种认识有助于我们摆脱固定的思维模式，以更加灵活和开放的心态来面对生活中的起伏。其次，要学会放下执着。我们常常因为过于关注某些事物或结果而无法自拔，导致自己陷入焦虑和痛苦之中。禅宗告诉我们，要学会放下对结果的过度执着，转而专注于过程本身。只要我们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当前的事情中去，尽自己的全力去做好每一件事，那么结果自然会随之而来。这样我们就能够释放内心的压力，让自己更加轻松自如地应对各种挑战。再者，要保持内心的平静。在面对困境和挫折时，很多人会失去冷静和理智，做出冲动的决定和行为。然而，禅宗强调内心的平静与宁静的重要性。只有保持内心的平静，我们才能清晰地看到问题的本质，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可以尝试通过冥想、深呼吸等修行方式来培养自己的定力和洞察力。最后要相信自己内在的力量，每个人都有潜在的智慧和力量去面对生活中的困难。禅宗鼓励我们相信自己的内在潜能，勇敢地迈出改变命运的第一步。当我们相信自己有能力战胜困境、改变命运时，
我们就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和动力去实现目标。总之，禅宗的智慧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指导，帮助我们走出困境，改变命运。通过理解无常，放下执着，保持内心平静，以及相信自己内在的力量，我们能够重新找回生活的平衡和方向，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可以将这些禅宗理念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去，比如在遇到挫折时，尝试用平常心去看待它；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学会享受过程本身带来的乐趣；在面对选择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并相信自己的直觉和智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体会到禅宗智慧的深远影响，并在人生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广。人生处于低谷，不管是负债，还是丢了工作，还是失去爱情，大多数人无外乎两种状态，一种是万念俱灰，破罐子破摔，另一种是到处找机会，时刻想着东山再起。这两种情况都是下策。其实圣贤关于这两种情况早有警示，比如庄子说，心死是最大的悲哀，一旦心灵失去生机，再提振作已是枉然。孟子亦告诫我们，即使拥有机会，也不如耐心等待时机成熟。特别是《易经》里面说，潜龙勿用。人在低谷时，最忌讳的就是盲目行动。这个时候，你的心不安静，也不干净，多是带有抱怨、气愤、懊恼。在这种状态下，越努力往往陷得越深。所以切记，越是在低谷时，越要让自己慢下来，静下来，重新找到自己的方向、目标，深刻反思自己的缺点、错误，要努力调整自己的状态，这样你才能快速度过低谷期。第一，与其沉迷于空洞的鸡汤，不如深入探究人性的奥秘，因为人性才是这个世界的本质。你需要做的是反思自己的人性，同时顺应他人的人性去行事。你之所以陷入人生和事业的低谷，归根结底是你曾经做出的那些错误选择所致。要改变这一现状，你必须学会收敛锋芒，暗中发力，去做那些你曾经畏惧、嫌苦、怕丢面子、怕失败的事情，同时也要学会做那些能让别人感到安心、舒适、有面子的事情，让他们在与你合作时感到有所收获。这样你才能迅速积累起改变命运的力量。第二，你需要开始精心包装自己。没错，我这里说的就是使劲地做好你的表面功夫。以前你可能会认为做人心肠好就行了，只要外表干净朴素就行了。那是因为我们从小被灌输了心灵美，但是现在如果还那么天真，就会无形中失去很多机会。如今社会人心里太浮躁，大多数人都是势利眼，都会下意识地用第一印象去判断一个人。
没有人有时间和耐心去深入地了解你，所以在商场上，在职场上，颜值、衣品、语言、气质，5秒钟就能够决定别人接下来将会用怎样的态度对待你。所以你会发现，在快餐时代，与其纠结心灵美不美，不如先提升一下自己的卖相，因为形象包装几乎是所有通往成功路上的敲门砖。第3，读书的目的并非仅仅为了学习，或者是为了轻信和盲从。除了少数传世经典之外，大部分书籍所表达的观点都只是一家之言，它们可以作为你的参考，但绝非圣旨。读书的真正意义在于通过阅读多种角度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发掘和升华出自己的独特见解，从而努力超越自己，成为更加伟大的存在。而这个更加伟大的你，或许已经超越了那些书籍的作者。第4，如果你正身处低谷，要珍惜这个低谷期，因为它是宝藏，是一个人开悟的最佳时机，更是绝佳的人生复盘期。你需要做的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把过去的一切拿出来复盘，因为让人觉醒的不是低谷本身，而是低谷中的思考和总结。顺境出狂人，逆境出智者。只有在这个绝佳的天赐良机里，你才能认清自己，尤其是认清身边的每一个人。但是看破不要说破，你要做的是从此心里有数，脑中有路。第5，这个世界上最廉价的东西莫过于一贫如洗的真心和一事无成的温柔。真相是残酷的，没有物质基础的爱情和关心永远无法落到实处。除了你的至亲之外，大部分的情感在利益面前都显得如此脆弱不堪，而你的至亲所期望的，也并非你天天黏着他们，而是你能为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更多的安全感和优越感。因此，请不要让自己陷入躺平和认命的谎言之中，这些都是人们为了逃避欲望和罪恶感而找的借口。这个世界上充满了虚伪和自欺欺人的人，请不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否则你将终身后悔。第6，你的人生并非毫无意义，所有的意义都是人类自己赋予的。时间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努力的意义，生活的意义等等，都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经历和认知来定义的。有些人甚至不仅为自己定义了人生的意义，还试图向别人灌输他们的观点。但真相是，你的人生由你自己做主，你觉得怎样有意义就怎样活，只要不违法，不伤害他人即可。没有绝对的对错和好坏之分，只要你最终能够坦然接受自己的选择，并不后悔就好。因此，如果你现在正处于人生的低谷，或感到迷茫无助，不妨将此视为一个全新的起点，静下心来，问问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已将所有可能性展现在你面前，接下来就看你的选择。
当你渴望摆脱困境时，务必远离那些负面情绪的来源，因为它们只会让你的内心更加沉重，而无法带来真正的滋养。与其沉迷于低质量的社交，不如享受高质量的独处时光。无论外界如何纷扰，保持内心的平和和纯净尤为重要。人生在世，有时需要装糊涂，有时则要保持清醒。有些事心里明白就好，无需言明。有些人看透却不说透，保持一份善意便足够。人生路上，有人羡慕你，有人嫉妒你，有人嘲笑你，甚至误解你，但这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无需过分在意。做好自己就是最好的回应。远离那些总让你愤怒的人，不论他们是谁，他们的存在只会消耗你的健康和快乐。别让他们轻易打乱你的生活，也别让他们轻易离开，留下你独自承受痛苦。生命短暂而珍贵，别让不值得的人浪费你的时间，要珍惜每一刻，把时间花在值得的人和事上，让生命更加充实而美好。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我们常希望得到认可和理解，却常感力不从心。然而，真正让人刮目相看的，不是华丽的辞藻，而是内心的坚韧与智慧。现在让我分享3个简单却有效的招数，让你在人际交往中游刃有余，至少能让你成长20倍。赶紧收藏，以免错过这些宝贵的建议。处理事情的能力决定了你成就的下限，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则决定了你成就的上限。第一，戒交浅言深。认识没多久就跟对方掏心掏肺，是个大病，别治。真心话讲给真心人听，真情遇到假意便是人生最大的错付。不要觉得你看人有多通透，这世间本来就是个大戏台，浓妆淡抹全是戏子脸上的油彩，生旦净末丑，人人都在扮演自己的角色，这不是虚假，只是谋生的无奈。既然不好识别，你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按照戏词来唱。交情不够，就别拿真情硬凑。人心隔肚皮，你敢跟生人交底，就得做好被刺的准备。交浅言深的另一个状态就是没有边界感。你要知道，越是自来熟，越会自来疏。熟人要学会牲畜，肆无忌惮地入侵别人的空间，毫无边界的指手画脚，往往只会将对方推得更远。第二，戒再见忘贵。无数人都天天地在琢磨着向上社交，那我问你，如果你遇到一个没有钱、没有势、没有能力、长得丑还很无聊的一个人，你会跟对方产生多深的交集？大多数人都不会吧。那现在扎心的问题来了，那如果这个人是你呢？别人也会远离你吧。成年人的世界里，交往唯一的通行规则就是利益交换，拿你有的换你要的，你能得到的只有你配得上的。所以
让那些所谓的向上社交见鬼去吧，融不进的圈子你去硬融，换回来的只可能是自取其辱。有那个时间和精力去迎合去巴结，不如老老实实的提升自己。第三，戒畏信纳忠，在没有取得他人的信任之前，就自以为是地出谋划策，尽献忠言，在对方看来，那不是帮助，而是挑刺儿，是揭底，是拆穿，是批评。为什么说法不轻传，道不见脉，诗不顺路，衣不叩门？那是因为良药是真的苦口，忠言是真的逆耳。千金不传无义者，万财不度忘恩人。衣逢信者但可救，道遇无名枉费心。控制住自己的表达欲是需要时刻警惕的，无论对任何事情、任何观点、任何人、任何看法，我们最好的选择是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人各有各的渡口，各有各的归舟，不要轻易卷进他人的因果。好言难劝该死的鬼，大慈悲不渡无缘之人。他信你了，求你了，你可以讲，可以帮他；不信你，不求你，你的热情就是过度的，你的付出就是多余的。所以让人猝不及防的热情，不如恰到好处的冷淡。好的关系自带凉薄。人是社会化动物，当一个人不被任何人需要的时候，他就活成了透明人，在这个世界也就变得可有可无。人际交往是需要修行一生的课题，把今天这3节收藏起来，时时常自省，日日且精进。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